夫人，给我让开！大少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府内出了刺客，我自然是为了三弟的安全。为了三弟的安全，还请配合搜查。三弟，得罪了。 大哥，何故苦苦相逼？只因我事事不争，便可随意拿捏，对吗？不，若说是因为安全，我路遇劫匪之时，大哥又在何处？是，大哥并未驯我，却在家中设下灵堂，这份情谊，大哥，你要我如何偿还？此事我也只是道听途说。 深夜，我与夫人共眠，大哥明知我负伤，竟以此等理由夜闯我扶风阁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大哥，晚走不送。你怎么？你刚刚不必如此，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他就好了。我先帮你上药。你刚刚不该与他对峙。朝夕性格温和，不会与其他人起争执。好在，他并未怀疑。那该如何？兔子急了也咬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与三少主琴瑟和鸣，他就是这般护你的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今夜你就在这里休息吧，我怕他们再回来。
参见阁主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召你来。是。这2年安排你在老大身边，任务该如何做，你没忘吧？没忘。这是这次的任务和你的身份，虽然只是弟子任务，但牵涉甚广。你的画技在弟子组算得上拔尖，就由你去完成吧。阁主定不辱命。去吧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？若不是他娘，父亲怎么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？蜘蛛呢？城主姑娘去后山了，应当是阁中有了新的任务。主人，下去吧。是。有新任务了？是。阁主命我收拾细软，明日动身。这次任务虽然可能会有危险，但完成之后，阁主定会有大赏。阁主也可以成为主人的助力。有危险？主人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。我看看，这里只有你我2人。放心，这件事情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主人，这玄机阁的任务，你还知道谁是你的主子？哲珠自然不敢忘记。自哲珠成为主人的死士起，哲珠的命都是主人的。这次再回玄机阁接下此任务，也是希望日后可以更好的帮助主人。既然如此，拿来。我记得在玄机阁中，画工甲等的人只有你和雨落。是。你去回复他们，这次的任务你不能接了。主人，你也知道，这次的任务很危险，我怎么能让你以身犯险呢？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醒了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去院子里等你们，不急。夫人这是打算利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
谁说我打算用完就扔？夫君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弟媳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们慢慢来，我不急的。前几日不是说好了要给三弟和弟媳量制喜服，我这边带了人过来。去吧。是。婉娘，这位便是今日要量身的美人。你便是冷言的。回姑娘的话，小女子虽常伴冷言身旁，却对他的那些勾当并不是很了解。但是在出事的半月前，的确有一位黑衣男子前来买命。谁？大概在10日之前，那人在夜里丢下1袋银两，说是定金。我好像听他说是亥时，成万，事成之后，另一半。好。亥时，什么城外？当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，那味道是不同于市井乡野的。应该是为权贵之人特意调配的。因小女子深谙香道，所以我对那味道记忆颇深。后来是二小姐让我去辨识大少主的声音时，我发现大少主身上的味道竟与那夜的一模一样。大哥身上的香料确实是他特意调配出的，只他一人在用。这一点府上知道的人不少，弟媳自可去调查。三弟的事与大哥脱不了干系，只是不知父亲会如何处置大哥。亥时，冷言可有提前动手的习惯？提前恐生变故，若是丹主定好了时间，便不会更改。他说过的，这个是规矩，不会破坏。冷言回时，可有向你提起了什么？他的那些勾当，我自是不会参与的，也不会同他问起。不过我记得那日他的确回来得很晚，而且当时他嘴上骂骂咧咧地说到手的鸭子给飞了。他这个任务不是也没成吗？三少主不是也回来了吗？可有受伤？未曾。那日你们收下定金的银两，冷言遭灭口时，可有人收走？未曾。不过我在回去取贴身衣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藏在门后的另外一袋银两。朝夕遇刺之事，恐怕另有其人。三弟并未习武，杀手未受伤而归也不无可能。侍卫回报，朝夕遇刺是在戌时，如若属实，冷言到时，恐怕朝夕已经。再则，
若是大哥买凶后欲灭口，也当将银两拿回，才能完全洗脱嫌疑。但他偷偷来放下第二笔银两，说明他可能并不知道冷言失手。虚实，有趣。这么说来，大哥虽然买了凶，但有人提前动了手，此事大哥并不知道。如你所言，当日虚实出现的人又是谁？也或许这是大哥演的一出好戏，二姐以为呢？说不定是我呢。弟媳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既然赵熙平安归来，那此事便只是家事。今日是要来为弟媳量制喜服的，婉娘。夫人放心，不急。二姐送来的心意，余落心底自然是感恩。只是我更好奇，你二人是如何相识，个中经过，从何得知？主上这几天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？上次在灯会上，我想去找你，可惜那个女侍卫一直跟着你。你调查清楚了，这顾朝夕当真不会武功。是，他自小身体孱弱，无法修习武功。主上为何这样问？既然顾朝夕不会武功，那顾朝生为何要试探我的功力？看来他们二人也并非同路人。冷言，是，这位顾家大少主心事真的很，竟然买凶去杀自己的三弟。所以，顾朝夕真的是他杀的？会不会那天您遇到的也是？缱绻之地，亲情也不过如此。主上，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你回宫里好生调查一下，那个人最近都在做些什么。是。还有，顾雨露背后有一道刀伤，应该是1个月内的。好生调查清楚是何缘由。是。主上，您怀疑是他？夫君。顾雨露背后有一道刀伤，应该是1个月内的。好生调查清楚是何缘由。是。主上，您怀疑是他？夫君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怕梁一人毛手毛脚的。你身上还有伤，我不放心。我来吧。有劳了。应该的，夫人。
原本我还担心二姐会查出你们尺寸的差异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们的尺寸相似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这种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，看来夫人与你的夫君当真是情投意合。夫君说笑了。前几日不是还说过要教你怎么下棋？既然现在无事，不如我们切磋几局可好？嗯。果然不是普通的小厮。主上。承让了。是夫人棋艺高超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棋局，便是观其落子，可观其心。夫君的心思不在棋局之上，自有意藏拙相让。不知夫君有何忧虑，余洛可否分担一二？确有一事。愿闻其详。昨日大哥所说的玄机阁是为何？那夫人身上的伤，又是从何而来？不知夫君是以何身份相问？你既唤我一声夫君，你受伤，我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顾家常年走伤，难免波折。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。那大哥所谓是为何而来？我又如何得知？二姐呢？二姐今日因何而来？是否是信得过之人？若我说一切皆是为了三弟，弟媳可愿相信？主人，阁主有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，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阁主，新任务。今日没有新任务，我也未在玄机阁见你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玄机阁暗探第一守则：不问来处，不问缘由，将消息完整的带回。这才是玄机阁需要的，最锋利的刀。去吧。
主人所料不差，这次任务，阁主曾交给折竹完成。听说折竹本是接下任务的，却因手上的伤无法出任务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这次的任务与那位驸马爷有关，虽然只是寻他的把柄，但这事关上公主，稍有不慎，则牵扯甚广。折竹也许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有意避之。恐怕不止。依折竹的性子，即便知道危险，他也不会拒绝任务的。能让他放弃任务，甚至甘愿受伤，恐怕只有天风阁那位大少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折竹放弃任务？任务中明确提及，驸马爷在暗中寻人画一幅梅花图。可即便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反倒是那些画不出的画师，皆被他剜去了双目。阁中会借此期。你即刻启程，替我去一趟驸马的祖籍青阳。来玄机阁这么久，这又怎会是能选择接不接任务的地方？自从进入玄机阁起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能真正从心的？你我，只是被牵丝的人偶和没有情感的刀罢了。明白了，主人。至少能留在您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李姑娘，我家主子已经在2楼候着了，定金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无论姑娘是否画成，都无需退还。只是，关于我家主子的身份，还望姑娘莫要多问。主上，今夜茶楼2层被人包下，我猜那应该就是他想去见的人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将2层包下的人正是驸马爷。这位驸马爷在朝中并未站队，右相与将军的人都曾有意拉拢，只是主上也曾让我去暗查过，这位驸马爷和上公主的手上都不太干净。哦，门口那个侍女也是上公主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位驸马爷一直暗中寻访画师为他画眉，请来的诸多名家都没人能画出他想要的梅花图，最后都被他剜去双眼。上公主的性子向来谨慎，也不知为何这般由着他胡闹。
主子，这位就是兰陵的画师李姑娘。坐下吧。这里没有梅花。我听闻技艺高超的画师，可根据描述绘图，想必这对李姑娘来说，并不困难吧？倒是听过描述绘制人像，这般描述绘制花图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难怪那些画师。愿闻其详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公子不要紧吧？无妨，我这头七已有多年，好在还有这香可以暂缓。只是我有时亦分不清，何时是真，何时又在梦中。药香常燃，终究伤身。公子不介意我开窗吧？无妨。画，他当然画不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画师李姑娘，而是来行刺的杀手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小女子不过寻常画师，不知你们为何要诬陷我做杀人的勾当？原来不是，没意思。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那就杀了吧。主上，等一下，我能画出公子想要的梅花图。哦，你可知有多少画师说他能画得出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？你猜他们最后都如何了？我能画得出。好。你别忘了，
我们主子要的是梅花图，而你这却只有空枝，哪里有梅花？可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你是来杀我的？怎么，你要放弃了？本以为你有些本事，如今却用血糟蹋这画，看来也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不知这幅可是公子梦中的雪中梅花图？拿下！退下！主子，我说，退下！他是怎么？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这梅花图因何而来。是。你果然是来杀我的。不，但是我的确带着目的前来的。起初我在想，驸马爷为何无故寻人画这梅花图，而那么多画师，无一让驸马爷满意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驸马爷想要的或许从来不是一幅画，但是后来我又一想，也不是这样。哦，什么梅花图，什么被婉曲演的画师，驸马爷不过是借机泄愤罢了。为何这样说？这世间之人所求之最，无外乎是一条生路，而驸马爷所求的，却是一条死路。说下去。驸马爷虽然看起来锦衣华服，风光无限，但形容憔悴疲倦，双腿甚至无法久站，都是因为这香吧。这香有迷香和软筋散的功效。起初我以为是驸马为了画师所下，后来才发现，这香是有人为驸马所下。早听闻驸马惊才绝艳，与上公主的情谊更是上公主亲自向圣上求来的姻缘。但是我还听说，驸马爷在上公主之前有一位发妻。起初我觉得，驸马爷为了前程，丢下了发妻。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驸马爷似乎很期待我是来杀你的人，所以我便觉得，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驸马爷想要的，从来就不是一幅画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抛下梅娘。你是玄机阁的人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并非是想套你的话，只是我听闻，这世上没有玄机阁不知道的秘密，更没有在玄机阁中买不到的消息。曾经，我也想要寻找一个答案，四处寻访玄机阁，只是可惜，一直没有找到玄机阁的接头人。我为了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
我贪赃枉法，助纣为虐。我的双手已经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。我自知并非什么善人，但我也一直在等着玄机阁的到来。他扣押了梅娘。我原本只想找到梅娘，与她一同离开。可是，就自几个月前开始，我便再也寻不着梅娘的消息。我梦到了我们从前同住的小院。好多的血，那些血落在雪地上，就好像从前我们一同看的梅花。她的衣衫都被血染红，就挂在梅树上。他是他。自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公主。我也私下派人去查探，不过小小梅园，派去的探子却无一生还。他告诉我，这是我多想了。可他却为了控制我，让我整日都离不了这熏香。我无法去找梅娘，甚至到现在连求死都做不到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她一起。我继续去帮她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。可我每次又会留下把柄。虽然有时会被他发现，把那些痕迹清理掉，可再精细的人也会有疏漏。然后就是画师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在等玄机阁，我在等那些想要拉我下马的人。我也的确从未想要过什么媒途。我要的就是世人看到我的暴虐。我要让整个上公主府的人为我的梅娘陪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了这一切，所以才要以血作媒，赌我会听你一言。所以你也应该知道。我想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梅娘她当真？梅娘之事，我并不知晓。那你怎会绘制血媒？但是我知道，驸马爷的那位故人已经亡故。去看看故居故人，若来不及将消息传回，蓝色信号为没有异常。若他故居有梅树，便用橙色；但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，便用粉色。棘手的事情是指命案。你当真还要寻着玄机阁？无妨。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。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足以扳倒上公主及其党羽。我会想办法把它交给你。把门给我撞开！是。怎么，如今我来茶楼，
上公主派这么多人还不够，还要亲自监督。哼，我是在担心你的安危。人呢？什么人？我今日不过是请了画师作画，画完成了，人自然就走了。给我搜！务必把刺杀驸马的贼人给我拿下！是。驸马，你以为把消息放给玄机阁的人就能扳倒我？难道你就不好奇我如何知晓他是玄机阁的人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如今玄机阁易主了，你费尽心思搜来的罪证，到头来也变成他人拉拢我的筹码与谢礼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皇室的尊贵血脉，都会有人前赴后继的为我证明。裴昂，之前的种种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日后能够待在我身边陪我，可好？好一个既往不咎！一个杀人者竟敢妄言对他人既往不咎！杀人者？驸马莫不是听信了什么狂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我确实刚巧派人去查过，你的发妻确实是死了，不过是病死。不知道你如何得知玄机阁的人在此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当真不在意，你就不会亲自过来，更不会兴师动众的让公主府的亲兵在这搜查。你说的没错，朝中局势混乱，掌握你把柄的人未必想要扳倒你，但你不确定，这个人是谁。所以，你才不会赌上你的荣华富贵。是，裴某我该下地狱，但我入地狱之前，也会带着上公主殿下，一起用你给我的梅娘陪葬。驸马，好好休息。点川，速去公主府，去搜驸马的房间。不，把公主府掘地3尺。驸马既下定决心与我为敌，定然还留有后手。搜到任何可疑证据，速来交给我。是。
方才我便觉得眼熟，看来这就是夫人所说的易容之术了吧？我。 给我查！找到人后，杀！是。上公主有令，搜。是。 主上，好在主上料事如神，我刚找到这东西，公主府的人就回来了。想不到这上公主看似不参与朝堂之事，即便将军与右相有意拉拢，也不愿趟这趟浑水，私下竟为谋私利，还做了这么多煽风点火的事。 不过有了这些证据，足以扳倒上公主，让那些被残害的忠良得以昭雪。啊，我呢还在原先的盒子里留了一枝梅花，也不知道上公主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。公主，奴婢在驸马爷的书房暗格内找到了这个。 不能看到，还真是遗憾。啊，主上，我这就去将账册交给沈将军，让他明日。给他吧。什么？主上，这万万不可！我们怎么能将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拱手相让啊？且不说，如今我们尚不知道是谁下的这则玄机令。 若对方所求不是扳倒上公主，而是将她的把柄握在手里，无妨，都是刀尖过骨之人，又何惧被刀刃所伤？主上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他？难道短短几日，
主上对他，本就是他以命相搏换来的，我们不过是占了先机罢了。再说，谁说我们是要将东西拱手相让？想要鱼上钩，就得先下饵。主上是想假意将账册以玄机阁之手提交，顺藤摸瓜找到背后之人。是。主上今日将他救回，他必定会起疑。主上继续留在这里是否安全？起疑？他可从来就没放下过对我的怀疑。主上，那您……我自有分寸。也是。主上和他的那位夫君长得那么像，他就算看在那位夫君的面子上，也不会舍得动你。哦，主上，如果他一旦发现什么，您可切记要模仿他的那位夫君，让他心软才是。下去。是。他睡下。睡下？他怎会睡下？他几时回的？可是独自归来？是我送他回来的。今日启门，便去了趟茶楼，恰巧遇到了他。茶楼？主人。茶楼今日有变故，是他救了我。我今日去过茶楼，上公主数名侍卫被杀，这一切可是你所为？你怎会觉得此事与我有关？你们今日去那儿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会与上公主扯上关系？夫君今日怎么会在那儿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就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夫人对我说了那番话，我到底还是有些介怀，便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吹吹风。时间不早了，夫人，早些休息。这是那位驸马，这应当就是他所说的，记录了上公主这些年来贪赃枉法的账簿。我本以为，他今日追到茶楼，便不会再让这本账簿流出。看来还是驸马起先一步。这么说，上公主和驸马已生间隙。那我那天看到的上公主侍卫的尸体，莫不是二人争斗所为？这次任务完成的太过顺利了，所以让我有些不安心。要不要我再去上公主府一探？如今上公主府定然守卫森严，等事情平息了，你再去吧。上公主为何能这么快赶来？而且，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批杀手。是谁将您的任务信息泄露？
你说呢？驸马呀，驸马，你又怎知我就是你可以托付之人呢？若我将他呈上，又当真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外泄任务、刺杀同僚，皆是重罪。跟我去玄机阁走一趟，否则，别怪刀剑无眼。你这般忠心护主，倒是也要看看你的主人值不值得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任务是我无意泄露的，这和我在为谁做事有何关系？但我也想问问玄清大人，难道你在为你家主子做事之前，还要问一句值不值得吗？你今日来拿人，到底是为了玄机阁，还是为了你家主子？你真当旁人看不出来？你是铁面无私，但若有一日你家主子叛出玄机阁，你又该如何抉择呢？阿洛，阿洛，阿洛，你为何执意要接那天赐任务？也许是日子过得太过于无趣，想为自己争点什么。阿洛，若是你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可以。若我要的是玄机阁呢？阿洛，我背你回去吧。不必了。我来时便是一个人，如今有风雪相伴，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阿洛，你可以相信我。我们四少主长大了。你别转移话题。若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，你尽管告诉我。倒是有一件事情。何事？我需要你承诺我有寻一个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寻人？不说是寻你，就算你让我去杀一人，我也绝不会退缩。阿洛。
主人，折竹认了罪，在狱中自尽了。你与他是旧识？不曾。他背叛玄机阁，陷主人于不义，于我而言，他死不足惜。只是我昨日问他，你这样做值不值得？他说，各为其主，何论值不值得？身在我的位置，背叛者我绝不会手下留情，但身在他的位置，对大少主的忠，对玄机阁的义，他已然两全。难得听你说这么多。你是在想，若异地而处，又该如何求得双全之法？不，我是在想，还好我与他不同，不必异地而处。你们的确不同，你我皆不是知棋之人，也只是棋盘上的两枚棋子罢了。我不会命你去做出格的事，至少如今看来，我暂时不会背叛玄机阁。我也该去交任务了。主人打算现在就将他交出，不准备继续查下去了吗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这件事拖不了了。更何况，谁说我不去查了？这本账簿，如今在我手中，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了。只有他离开玄机阁，我们才能顺着他，找到幕后之人。属下这就去准备，定能顺着他找到幕后之人。我与他不同，是因为我的忠义都系于一人身上。我本想着去玄机阁处理折竹的事，顺便清了你的案子，没想到我这身体还是熬不住了。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无妨。把这本账簿放在大殿后暗室的石匣中，到时会有人来取。暗室内机关众多，这上面有详细记录该如何去做。去吧。是。
夫人画的这梅花真漂亮。夫君喜欢。主人。如何？这3日都没有人靠近那个房间，石匣也始终没有被打开。我原本以为是接头的人未到，好在主人在帐布上撒上了影蝶粉，我见影蝶异动，便将它放出。随着他找到了右相府，主人是否要收网？不急，你不是传信回来，说暗室附近有其他人？我这就派人去盯着。还有件事，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2小姐院里的人，说2小姐有事忘记相告，此刻正在醉仙楼候着，有您想知道的。醉仙楼。哎，姐姐您来了，姐姐。这就是醉仙楼啊！好久没见你了。对呀，好久没见你了。阿洛，女儿好想你啊。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找人。阿洛，阿洛，青神医、玄机阁、醉仙楼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，但你可以带上我，我能保护你。昨夜玄机阁失窃之事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我整晚都在院中，从未出门。四少主此言，是在怀疑我，还是试探我？阿洛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拿下他们！走！站住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他受伤了。三弟倒是好兴致，不知何时与我这个大哥也下一盘棋。大哥若只是想下棋的话，想必这院中应该有不少人愿意相陪。今日怎么不见大哥时常带在身边的死士啊？他去了哪里？三弟当真不知？他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，受点伤很正常。这醉仙楼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刺客，我等下一定严查出入的人。今日，你们怎么突然来这儿？不是你要我来的。我？我怎会知晓？大哥今日来我扶风阁，所谓何事？若只是闲来无事的话，恕我身体抱恙，无法奉陪。前几日二妹在院中抓到几名刺客。哦，那二姐可有受伤？她倒是没事，不过那些刺客正好是花灯会的行刺之人，他们供出指使行刺的人就是你，是你委派他们杀人，你正是以那枚玉佩买凶，指使他们在花灯会上行刺二妹。我本不想将这些家丑外扬，只是事关二妹性命，
那日抓到刺客之后，我便立马报了官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大哥也无法暴毙。三少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大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朝夕的玉佩在遇刺时已遗失。若闯入二姐院中的刺客带着那枚玉佩，那不就恰好说明刺客是同一批人，刺杀不成，挑唆陷害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大哥不懂？还是弟媳这是何意？是非对错，官府自会评判。若真有人挑唆，相信官府自会还三弟清白。朝夕身上有伤，还需静养。担心，我去就会。主人，需要我去？将我的首饰盒取来，我要去趟衙门。是。刺客我们会带走严加审问，衙门里已经安排妥当，他们不会暴露您的身份的。至于那本账簿的归处，与您所料未差分毫。右相在收到后便第一时间去请了上公主，只是他没想到上公主还未到，那本账簿已经被我神不知鬼不觉地交在沈将军手中了。这是上公主残害忠良的罪证。今日早朝，沈将军联合几位重臣一同参了上公主。这一次，他是再无翻身之力了。可有被人发现？差一点，还好我机灵。您夫人身边那位可真是阴魂不散。哦，对了，将军问您打算何时回，让我提醒你，最好还是先传个信回去。让那位知道你如今无恙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朝廷剿匪的人回了，派去探查的人说，盗匪认下了刺杀您和顾家三少主的罪行，说顾朝夕他当场毙命，尸首被丢入狼坑，被啃食的只剩白骨。舅父近来身体可好？哦，将军身体好着呢。主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啊？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主上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！这哪里比得上？您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那个？醉仙楼近日来鱼龙混杂，
不如就派你扮成南武姬，送娶我弟。别，我错了。啊，说到您的那位夫人，那位顾家三少主的夫人，带了一盒首饰想保你出去。为了避免她怀疑，我已经跟衙门的人交代了，让他们收了钱，就当是因为这个，晚一些再将您放出去。他在哪？应该还在衙门外等消息吧。还装不喜欢？夫人。我不是让你在家中等我。我不放心。在此等了多久？没多久。我听他们说，你为了将我保出来，拿了一整盒首饰交给了衙门。你本就是被牵扯进来的，无论如何，我也应该把你救出来。那些东西你不必在意。女儿家的首饰哪有不在意的？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只有在玄机阁的时候才会用得到。那你为何要将我换出来？你的身份本身就是假的，若是被衙门查出，恐怕会横生事端。只是这样。自然。我还以为是夫人心疼夫君在这牢里受苦，这才将我换出来。走吧。夫人，你这是？你呀，也不知道给自己处理一下伤口。我一会儿自己处理就好。上次就是我为夫人上药，今日又怎么了？莫非夫人害羞了？自然不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夫人请吧。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一过往，一笔皆思量，繁华日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你这刀伤从何而来？四少主，你不能进。
四弟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他不是三哥，三哥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哥已经死了，剿匪的人回了，那帮山贼对自己所犯的恶行供认不讳。他们劫停了三哥的马车，掠走了他的钱财，他们还把三哥扔进了狼坑里。可怜三哥被恶狼生生啃食而亡，现在官府的人就在外面。咱们就这么走了？万一那个冒充三哥的人趁机逃走？文双，他是你的三哥，也是我亲自寻回的，又怎会弄错？可如果他就是你寻回的呢？偷天换日，易容之术，这不正是玄机阁最……四少主，你这又是何意？难道你是想为我扣上杀夫之名？我怎会这样想？只是这顾家亲情冷漠，我自幼不在顾府，大哥在外经商，二姐跟着药王学习蛊毒之术，三哥又因病疾常年足不出户。你我自幼在玄机阁相识，你也能明白。若是你所想，我也能为你争取这家主之位。四少主，既然今日你如此坦言，那我便把话说清楚。三少主是我亲自寻回的，近日来，他也与我同行同宿，我又怎会分不清我夫君的真假与否？四少主，我与你从未有过半分儿女私情，如今我是你三嫂，日后也只能是你三嫂。